2年前大师就用贪官电磁阀侮辱过我的智商，现在呢又用你的业余来挑战我们的专业。你可以用你错误的方法去博眼球，但是你不能说漏电这么简单的故障在我们修理厂修不好。正确维修漏电的方式呢，是应该先打开4门2盖，而不是关闭，并且呢将每一个门的锁块夹锁。如果前机盖锁没有开关线束呢，就不用锁了。这么做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根据车型不同，保险丝盒的位置也是不同的，有些在发动机舱，有些在仪表台，有些在后备箱。所以说，我们应该打开所有的门窗，方便维修，而不是像大师一样把万用表接好之后还把机盖扣下来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个保险丝盒我们如何检测呢？确定车里所有的用电器和门锁都关闭以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才是按下锁车键，等待车辆休眠。如果带无钥匙进入呢，钥匙需要拿开离车20米以外；如果说不带，揣兜里就可以了。全部做好之后，我们才是把电瓶负极拆掉，然后将万用表串进去。如果说先串万用表再按锁车键的，一般出去修车都是会挨揍的。接下来的正确做法是使用一个测漏电的专用工具，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呢，把万用表串到电瓶线里面去，而不是像大师一样直接拆掉线。拆掉线呢会导致车辆的数据丢失，我们就需要做很多的学习匹配，甚至编程。因为我这个电瓶线从始至终没断过，所以这个1.16安培呢，它就是它的一个休眠电流，是存在很严重的漏电的。那漏电又是如何计算的呢？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手上有免费的赞，可以先点一下再看。那漏电是如何计算的？我们看一下这块电池的总容量呢是60安时，也就是说它以60安培的速度放电呢可以放1个小时。那以1.16安培的速度放电呢可以放50多个小时。当然这只是理论值，而实际的情况呢是以这种速度放电，最多几个小时这辆车就无法启动了。那接下来是直接去拔保险丝呢？肯定不是啊，因为你拔保险丝呢，其实和断电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，它会导致模块不停的休眠唤醒，电流呢也就不准。我们应该是利用欧姆定律其中的一项定义，就是电流流过电阻，在电阻两端一定会产生电压。什么个意思呢？说简单点，就是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高精度的万用表来测这个保险丝两端的电压。可以发现，第一个是没有电压的，那说明它没有电流流过，也就是没有漏电。第二个也是没有的，第三个也是没有的，第四个有。好，我们测到这个15安培的时候，发现它有0.0014伏的电压，那说明这颗保险丝里面有电流流过，就是它漏电了。现在我们查一下这颗 SB8号保险丝，它呢是一个收音机导航控制单元的。好，我们拔掉这颗保险丝，看一下它的电流。拔下来之后，可以发现它只有0.01的，也就是不漏电了。那问题也就出现在收音机的这个控制单元上。这才是维修漏电的完整流程，大家学会的可以点赞收藏一下。如果下次记不住呢，还可以翻出来看。也请各位大师呢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千万不要觉得修车技术这一块你会比我们修理厂专业。